相机我来。好，现在开始做这个 warm up 程序。那我们这个现在写 status， 然后这边点一下，然后就点选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warm up 选项，就直接点下去。是。OK。这个录像，对。对。现在看这个阀的各种状况。然后这个 CP01现在是绿色的。我那边是不是要登录才能看得到那个？对，就是状态。我这边还是可以看的，虽然没办法操控。一样，这边主要是这边有这边操控。只要有这边操控。对，他现在有这边有控制权。OK。他现在好像是把气体导回那个赛水里面。再抽。OK， 对，这样抽回去。然后等它那个慢慢的，就是它现在已经阻断了这个循环路段了。现在是专门把它抽回去，那你就等那个 mixture。在这边慢慢被蒸发，就一路被抽回来，就到这边放着，所以这个压力就会慢慢的上升，当然会很慢。我现在没有在录。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过至少要1天以上。它这个在warm up过程中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，当你的那个就算你的这个压力整个回去了，你还是要看你这个 OVC 那边的一个温度监测。如果温度是低于77K， 你就不应该破真空，因为破真空很多水汽就把它瞬间就。你就想象你 OVC 就结一层冰了，所以你要等它就是整个升高到某个温度。那现在反正就是等这个压力慢慢上升，然后这个 mixture 慢慢蒸发被抽回来。
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missing chamber 的温度正在慢慢的上升，就是它这个回路被阻断了，所以它 missing chamber 的温度会慢慢上升。啊？有没有这样 heater 吗 ？heater 我不是很确定，我要看一下。它如果有可能啊，如果说你可以把那个 positive 跟那个 IBC， 因为 positive 那边冷头是大概4K， 那你现在 IBC 是大概 mini K， 所以你如果可以打开那个热交换 OBC 跟 IBC 之间的话，那它就会帮助这个 missing chamber 热的比较快。应该是这样。我不知道它这个实际上要看一下 menu 有没有做这件事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几个画面该弄的记录一下，让大家都看得到，这是正常的程序。这个画面让大家这样稍微看一下。然后你可以，现在我先录完这一开始的，那你可以比如说过个2个小时，打开这个录影，再把所有的这个参数都这样子，像我这样点，这样萤幕都会录下来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监控它的变化，类似这样，好，那我现在这边就先关掉。OK， 慢走。目前都已经开始回温了，大概30分钟左右。那可以像这边看到了，我们的混合气体是 mix chamber， 它是回温的速度非常非常快。像大家看到的，它原本刚刚只是几 million Kelvin， 现在已经进到了大概5 Kelvin 这附近。然后刚刚手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那它上面是说它这个 PG01 在到8.7千帕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开始停止抽气，那它的那个 PTC 也会开始关闭，那之后就是让 PT1 跟 PT2 那几层就以自然的方式让它自行回温到室温这样子，然后再播一下每个仪器的状态。好，我们有 heater， 所以 heater 已经在作用了，所以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回温就是为什么会回温这么快？那这是每个位置的压力表，其实看这边也行，它上面都有显示。OK， 然后这是气闸状态，这是泵浦，一样实际上是 CP01 正在做动 ，PTC 还在运作。这个是目前的样子。OK， 这是过了大概50分钟。那刚刚我有听到几个做动发生，那是 AV07 在做动。那现在看起来是我们的 FP01 开始恢复运作。那就像大家看到的，这个 PG01 这个压力已经趋近于8.7了。那我再把每个装置都重新看一次，温度都开始上升了。对，我们的这个也很快。这边是又过了20分钟。那刚刚 AV07 在这个 tank 的这个压力在8.2左右的时候呢 ，AV07 又突然打开一次，那导致说这边的这个压力又下去了。
那现在它又升回去了。那这是刚刚的做动情况。那温度目前还是一样，大概是在10.1左右。Mid chamber 的温度大概在尽管大概10.1K 左右，但那个 cold plate 就冷盘那边温度是在从7K 这样子慢慢往上升的。那我再看一下其他仪器的状态。冷盘在这边，那7.6，还有掉下来的，好吧，这也是蛮奇怪的一个地方，都偏向稳定。这是我们的 tank 的压力计。OK， 刚刚这个系统它把 AV02 关闭之后呢，又把这个 AV07 关闭，那之后又再把 AV02 打开，那换成 FP01 这样子继续凑气。那他刚才在重复这样的动作大概3到4次，这次是第5次。那我再继续看每一个仪器的状态。那现在这边温度似乎又提升了，因为 chamber 还是固定的 ，heater 仍在开启的状态，压力在刚刚的释放之后有掉下去，现在又升回来了。这个 pump cooler pressure switch OK， 那这是目前的状态。它现在几乎全关了。对，全关了。然后heater 是全的 off， 对，阀门全关 ，pump 也是关的。